巴菲特会投资非常多的美国公债，不管是闻起来、听起来都非常的诱人。债券跟股票，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投资逻辑。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的真心版价值 Kevin。你准备好开始投资债券了吗？美国的公债最近的殖利率高达了 5.2%， 不管是闻起来、听起来都非常的诱人。那在你跳进投资债券的这个池子之前我必须要先跟你讲，债券跟股票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投资逻辑。那在这期影片，我将会轻松的比较债券跟股票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的特点，还有它们的风险，还有为什么股神巴菲特会投资非常多的美国公债。那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呢，那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那如果你是注册到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退入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会非常有帮助。那如果你想了解我的投资攻略以及我赚取被动收入的方法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那我们马上开始。好，那我们这期影片呢，主要会分为下面4个部分进行介绍。第一个就是债券和股票的定义和它们的基本概念。第二个就是债券和股票的收益和它们的风险的比较。那第三个是债券和股票的投资风格还有他们的目标的区别。第4个就是为什么巴菲特会持有非常大比例的美国公债。好，那我们来介绍第一个债券和股票的定义和基本观念。那债券呢，我在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介绍过债券的基本知识，你可以看我上面的这期影片，我有详细的介绍。那这边的话呢，我简单的介绍债券就是一种贷款的方式当你购买债券的时候呢，你实际上就是借钱给债券发行的机构。假设我购买美国公债，就代表我借钱给美国政府，那我就会成为这家公司的债权人。所以呢，我买美国公债，我就会成为美国政府的债权人那作为回报的话呢，我会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呢，会收到利息。那这个通常都是每年一次的。那直到债券到期日为止的话呢，我就可以拿回我的本金。那这就是债券的部分。那股票的部分呢？那股票就是一种股权的投资方式当你购买股票的时候呢，你实际上就会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你会拥有这公司一定比例的所有权。那股票的价格和它的收益率都会受到公司业绩的影响那举个例子，假设你现在购买了一张苹果公司的债券，那你就会成为苹果公司的债权人。那如果苹果公司的收入锐减的时候呢，它第一个一定不会去削减你债券的利息它会先去削减股票的股息，除非逼不得已要不然它不会去碰债券的利息。因为如果苹果公司它付不出利息的话呢，那就会造成它的信用违约，就会造成一个倒债的风险那之后呢，苹果公司呢，它想要再去市场上进行融资，那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那如果苹果公司在未来不幸倒闭了，它进入了资产清算的阶段的话呢，那资产会优先偿还给债权人，而不是股东这个部分的话呢，是他们最明显的差别。好，那第2个我们来介绍债券和股票的风险和收益率的比较。那风险的部分的话呢，债券它的回报率通常都是非常的稳定嘛，因为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说我们每年可以领到多少的利息。那债券持有人呢，会根据到期日期可以去预测它的回报率会是多少。而且如果发行债券的公司它出现了经济困难的时候呢，债权持有人通常会优先于股票的持有人获得那个回报的部分。因此呢，债券的风险相对于股票来讲的话呢，它是比较低的。那股票的部分的话呢，它股价会受到市场的波动，会受到公司的业绩等等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像是乌俄战争的影响，都会影响公司的股价。好，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假设你现在持有了一张100美元面额的债券，那这个债券的话呢，是苹果公司的债券，然后它的票面利率是 5% 的话呢，那到期日期是5年之后。那如果你将债券持有到期的话呢，你可以很明确的算出来说你到底可以获得多少的报酬。但是呢，如果你是持有100美元的苹果公司的股票的话呢，你可能就会面临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就像是苹果公司它的 iPad 生产的如何它的苹果手机销售的如何在中国地区又销售的如何等等的，这都会影响到你的股价那如果苹果公司它的表现不如预期的时候呢，股价就会下跌甚至配不出股息，那你的投资股票的那个价值就会下降。所以这边大家要记住一件事情那就是公司如果没钱的时候它第一个砍的一定是股息。那最后呢，逼不得已才会去碰到债券的利息。所以在风险的部分的话呢，债券跟股票就有非常大的不同。那在收益率的部分的话呢，债券的回报率就是会比较低因为债券的回报率就是固定的，我每年给你配发 5%， 然后直到到期日为止，我都是给你配发 5%。然后它不会像那个股票一样有那种潜在的收益率，就像是股价的增长。所以呢，持有债券的人他通常都是为了要获得稳定的收益，而不是要获得非常高的报酬率。那股票的部分，那股票的回报率就是比较不稳定嘛，它除了股息之外呢，还有那个股价的增长
长等等的，所以呢，它的潜在收益率啊也是非常的高。像是一些股票它一年可能会成长10倍以上。那如果你持有一家好的公司的股票的话呢，那公司表现良好，那你的股价就会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多。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那债券的意思就像是我借1000块钱给你，然后呢，你拿1000块钱去创业，然后呢，你会持续的支付我这1000块钱的利息。但是之后呢，你创业成功了你成为了一个上亿公司的老板，那你还是只会还我1000块钱，你不会因为你成为上亿公司的老板，那你就还我1000万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股票的话呢就不一样，股票部分就像是我投资你1000块钱，那你拿这1000块钱去创业，那你创业成功之后呢，成为亿万富翁的话，那你这1000块钱，你当然会分我更多钱，你不可能说你只给我1000块钱，因为我是投资你嘛，那你成为亿万富翁，你至少会分我个1万块嘛，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创业失败的时候呢，我这笔钱当然不能叫你退还给我因为我是投资你，我并不是借钱给你。那承担风险的话呢，我也是要共同承担的所以债权人跟股东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投资逻辑那记住一个投资金率，如果你想要获得更高的报酬率，那你势必要冒着更高的投资的风险。好，那第三个就是债券和股票的投资风格和它的投资目标。首先我们来先介绍债券的部分那债券的投资风格与目标就是比较保守嘛那它是属于保本，然后呢获取稳定收益的一种投资方式因为债券呢刚刚就讲到嘛，它的回报率是固定的，然后它的风险也比较低，所以它是属于那种保守型的投资人会去选择的一个投资标的。那股票部分它的风格就是属于比较积极因为股票的回报率比较不稳定，但是它的潜在收益率非常的高就像是如果你投资到了宏达电的股票，你可能10年内呢亏了95%，但是如果你投资到台积电的股票，你可能10年内呢你的股价翻了6-7倍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呢，股票的投资人他是属于一种积极的投资人，他是属于一种风险向往的投资人。那他的投资目标就是资本增值跟那种高收益率。那这边我想要了解一下你的投资目标是什么？你现在正值壮年吗？如果你是正值壮年的话呢，你的投资目标应该是退休之前累积足够的资本，以便在你退休后呢可以有一个更好更舒适的一个生活。那其实如果你的目标是这样的话那你可以成为一个积极型的投资人，你的投资的资金呢可以主要以股票为主以追求更高的收益率。但是呢，如果你是已经退休的人，然后呢，你或者是说呢，你现在的资本已经足够养活你的下半辈子的话呢，那你现在应该要变成一个保守型的投资人将资产呢大部分分配在债券上面，来稳定的增加你的资产，然后尽可能的去减少你承担的风险。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一张图那这张图的话呢，就是美国20年期的公债 ETF TLT 它的年均报酬率的话呢是 4.1%。那如果你是投资像是 SPY 美国500大企业的 ETF， 那它的年均报酬率是 9.8%。那这是拉长20年的时间。那我们从这张图也可以发现到，如果我们投资像是这种公债型的 ETF TLT 的话呢，它的波动性是比较小的，也就是我们承担的风险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你是投资像是 SPY 这种股票型的 ETF 的话呢它的波动性就会非常高，但是它相对来讲它的报酬率就会比较高。好，那以上是一个基本观念那如果你要投资的话呢，你还是要衡量你自己的风险承担能力包含像是你的债务比例、你的抚养人数，还有你的身体状况等等的。那我听过一个最禁忌的一个状况，那就是他为了要退休累积大笔的资产，所以呢他成为了一个积极的投资人。那这代表说什么？他有一个非常高的风险的承担的意愿，但是殊不知他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然后有房贷有车贷的一个高负债族群不是富二代他是高负债。那如果你是这种状况，然后你又投资了非常多的股票的话呢，那就是你有非常高的风险承担的意愿，但是你却没有很高的风险承担能力。那你这样投资起来的话呢，你就会非常的痛苦。那这类朋友其实他不应该去投资太多的股票，他更需要的是稳定的收益来支付自己的生活开销跟那个偿还债务的部分，所以呢，他应该比较适合去投资债券，而不是股票好，那第4个部分就是巴菲特他其实也持有债券，那他配置债券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道。这个报道的话呢，是美国巴伦周刊的报道，他表示巴菲特他旗下的公司，也就是波克夏，有非常多的资金的部分都投资在了美国国库券上面。那美国国库券呢，它的期限就是1年到期的美国公债那到底有多少比例投资在美国国库券呢？总共有750亿美金投资在了美国国库券上面。为什么他会投资这么多的债券呢？这边的话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那他这样投资的话呢，有几个好处。那第一个好处就是他的现金部位换成了短期的美国国库券，也就是1年到期的美国国库券那他的短期公债可以持续为他创造现金流的部分就像是现在6个月到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是 5.2%。那如果巴菲特把这一笔钱750亿美金拿去存在银行的话呢，他可能只拿到1%。
但是呢，他投资在美国国库券的话呢，可以拿到5.2%。那他当然是投资在美国国库券上面嘛。这样子的话呢，巴菲特的现金部位啊，就可以持续为他创造非常高的价值。那第二个好处就是啊，他的现金部位虽然替换成了美国的短期国库券，但是呢，它依旧保留着非常高的流动性。那当市场出现任何的投资机会的时候啊，巴菲特都可以在几天的时间之内啊，将国库券啊换成现金，然后来抄底买入股票。就像是我们看一下这一张图，在大规模的系统性风险，像是2000年的科技泡沫破裂，以及2008年的次级房贷危机，那时候呢出现的投资的机会啊，不会只有1-2个月，它可能会有1-2年的时间呢，都是在低点的徘徊。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手上的美国短期国库券不就会陆续的到期吗？那陆续到期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这1-2年时间之内持续的买入持续的加仓。好，那我们在本次的影片当中呢，我们已经讲解了债券和股票的定义和它的基本的概念，以及我分享了他们的风险和收益率的差别，还有他们的投资风格跟投资目标完全都是不同的，以及巴菲特为什么要持有美国国库券。那这些知识呢，我相信对大家都是非常的有帮助，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做更好的投资组合的规划。好，那最后呢，我们来进行自我评量。好，第一题就是债券和股票是2种不同的投资方式。如果你想要获得一个稳定的回报的话呢，你会如何去选择 ？A. 选择炒股 ，B. 选择投资债券 ，C. 2种都不要，直接存钱比较实在。那第二题就是债券和股票它的风险和收益率都有非常大的差别。如果你想要获得高回报的话呢，你应该要怎么选择 ？A. 选择股票。好 ，B 选择债券 ，C 就都不要了，我只要免费的午餐。好，那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写下你的答案。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教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可以追踪我的 IG 那我们马上开始，去吧。好嘞，哇，抢很久19分钟。